第二日一早，韩立和程师兄二人会合一起，直奔百巧院而去。因为三家合用一处山脉，自然没有多久就到了云梦山脉的另一端，百巧院的宗门所在。说起来，韩立当初还以低阶弟子身份到此参加过三宗的事件大会，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好笑。韩立三人刚一飞进百巧院的禁制大阵附近，就有3名结丹期的修士在那里恭候多时。一见韩立三人飞来，这三人立刻化为了3道遁光迎了上来。参见3位前辈，晚辈奉了几位师叔之命，在这里恭迎3位前辈。为首的一名老者光华一脸，当即在韩立三人身前现形而出，并深施一礼。后面的其他2名中年修士也同样施礼拜见。3位师侄不必客气，在前面带路就是。程师兄淡然一笑，韩立的目光却在老者面容上一转，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面容。说起来也巧，这老者正是当日主持事件大会的复姓老者。以修仙者的超强记忆力，他不可能认不出自己，但是脸上却丝毫异色不显。看来虽然修为低了些，心机却非同一般的深沉。在复姓老者3人带领下，韩立等人穿过禁制大阵，进入到百巧院的上空。这一次，韩立等人并没有在四面环山的中间广场降落，而是直接引到了一面依山壁而建的巨大平台。这平台中间修有一间高约100丈的阁楼，足有5层之多，猛一看不像楼台，倒像是一座巨大石塔。而在阁楼后面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壁上，竟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大小孔洞，里面不时有百巧院的弟子进进出出，仿佛蜂窝一般。复姓老者并没有领3人去那阁楼，而是带着他们直奔山壁最上端飞去。此山地底处有一座顶级的地沸火池，不但炼气事半功倍，而且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修士来说更是不少益处。所以百巧院不但将众多炼气室修建在此面山壁，还有不少高阶弟子也将洞府修建在这山腹之中。程师兄对百巧院显然非常了解，在飞遁之中口中也给韩立介绍着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韩立听了此话，心中一动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。转眼间向高处飞遁了1000余丈后，众人在一处孤零零的巨大洞口处停了下来。这里显然不是低阶弟子可以来的地方，和下面人来人往的热闹情况不一样。这里除了有2名老者正站在那里迎接外，并未见其他的修士踪影。程兄，吕道友，老夫可恭候大家多时了，没有出去远迎，还望2位道友不要见怪呀。这位就是韩道友吧？果然年纪轻轻，不可限量啊。哎，韩道友已经进阶元婴中期了。3人才一落下，一名头发火红皮肤黝黑的老者就冲程师兄和吕洛含笑打招呼，并用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，脸色骤然大变。他身旁另一名皮肤干瘪眉目阴厉的老者同样露出了骇然之色。让冯兄见笑了，韩师弟也是刚刚进阶元婴中期，以后还要请2位道友多多指点韩师弟一二啊。我们指点，程兄不要开玩笑了。2名百巧院的长老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2人互望一眼后不禁苦笑了起来。那冯姓老者更是无语。2位道友不必谦虚，韩某修炼的稍微快一些，但是根基毕竟不稳，以后修炼上有什么不妥，还是需要2位道友多多解惑一二。韩立一抱拳，也是客客气气的，并没有丝毫傲慢之意。对面2名元婴修士见此连说不敢，对韩立的印象极为的不错，然后就请3人进入内里面说话。复姓老者等人则告退了出去。本来烈火师兄
也要一起出来迎接3位道友，可他正在为新炼制的法宝做认主的最后准备，暂时不能过来。3位道友可不要见怪呀。丁兄说的是哪里话？我和吕师弟与3位也相交数百年了，何必这般客气？倒是什么法宝，竟然这般隆重的要举行认主仪式？2位道友不能先透露一二吗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宝物，只是我师兄弟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又炼制了一件乾坤塔而已。乾坤塔竟是此宝，这可是百巧院的3大镇院之宝之一。我记得贵院近千年都无人再炼制出新的镇院之宝了。所以说这一次认主此宝，就邀请诸位道友一起管理了。不过这乾坤塔对我们百巧院算是镇院之宝，对你们2宗可就不算什么了。古剑门就不说了，我可听说程兄在坠魔谷那可是得了一些难得的宝物回来，而韩道友能如此快速进阶中期，恐怕也在坠魔谷中另有机缘吧。得到这么一些宝物，冯兄是道听途说的吧？韩师弟情况我不太清楚，我上一次进坠魔谷中，虽然得了2件古宝，但却威力普普通通，哪能和乾坤塔相提并论？韩木也没有得到什么厉害的宝物，反而在坠魔谷中毁掉了许多宝物。若不是机缘巧合之下，修为更进了一步，恐是白入谷一趟了。韩立自然不会提及灵秒元的事情，真真假假的一句带过。韩道友修为进了一层，还需什么宝物？若是能让老夫修为能再进一层，我情愿将所有宝物拿出来交换。冯姓老者苦笑一声，带有3分自嘲3分羡慕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微微一笑，并没有接口什么。穿过一大片百花齐放的花园，他们被引进一间大得出奇的大厅中。此间足有100余丈之广，四壁镶嵌着金光灿灿的不知名金块，个个都有拳头大小，让不但厅中不觉阴暗，反而给了一种富丽堂皇之感。3位道友请坐，烈火师兄一旦完事后就会过来的，而古剑门的道友也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听说这次古剑门的金老怪结束了生死关，这次也会过来，此事不会有假吧？此事的确是真的，金道友还亲自给烈火师兄发了一道传音符，说是要来观礼的。不过什么？吕洛有些奇怪，银发老者也被勾起了兴趣，扭手望去。韩立却私下打量着大厅，根本就不在意。不过金道友到此，恐怕还是想见一下韩道友吧，毕竟韩兄名气如此响亮，如今可是3大修士之下数1数2的人物。论起单打独斗，说是我们天道盟第1修士，可算是名副其实。更何况现在又进阶到了元婴中期。怎么，金老怪想试试韩师弟的神通不成？这个老怪物闭关多年，脾性一点都没有改吗？这个我和冯师兄就不清楚了。不过一出道有神通，想必不会惧怕任何人。而且说实话，我等师兄弟也想见识一下韩兄的神通啊。这么一说，这一次聚会应该是云梦山排名的重新划分了。2位道友若如此想来，倒也没错。不过说到重新划分排名，我们百巧院就我们几个老不死的不变，自然这次是垫底无疑了，也不会和你们2宗争什么。但古剑门金道友既然亲自过来，估计会要试下韩道友神通了，否则怎会甘心将西国第1宗门的名头让出去呢？ 2位道友知道此事，
却在请函上一点也不露口风，这可有些说不过去呀。吕道友不要误会，这些也都是我等的猜测之言。金道友可没有说一定要会韩道友的。对我们百巧院来说，这次聚会还是以三宗合作交流为主的。毕竟上一次聚会交流可是100余年前的事情了。新面孔也多了韩道友，还有古剑门的明心道友，大家都见一下，自然是益处不少的。冯师兄摇了摇头，毫不动怒。听了这个解释，吕洛脸上神色稍缓，韩立则是神色始终不变，从始至终只是淡淡的微笑而已。这倒让一直留意韩立的百巧院2名长老心中对他更有了几分高深莫测之感。程师兄听完解释，很快恢复了常色，正想再问些古剑门的事情时，突然从门口处传来了一道阴符所化的红光，飞射而入，一个盘旋就落在了冯姓老者的手中。这一下，厅内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不自觉地望了过去，而冯姓老者只是飞快的一扫传音符，就连忙站起身来。真是巧了，3位道友暂且在这里稍候，古剑门的几位道友竟然紧跟也来了。我这就先去迎接去了，让丁师弟先陪下3位吧。老者有些歉意，然后向外面匆匆走去。程师兄闻言和吕洛互望一眼，脸上带了一些郑重。韩立不急不躁的样子，他没有记错，好像听吕洛说过，古剑门除了火龙童子和2人交好之外，其余的长老可和洛云宗的关系并不怎么样。片刻后，大厅入口处有脚步声响起，冯姓老者带着3名修士走了进来，2男1女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满头虬发的魁梧老者，此老者头发灰白，却面色红润，肌肤光泽，一对环目闪闪发光，竟给人一种野兽般的凶残之意。而更引人注意的是，身侧左右下垂的是一对奇大无比的手掌，足足比普通人大了近半。在老者后面则跟着一名相貌普通的中年修士和一位端庄大方的少妇。韩立目光一瞅之下，立即看出这名眼射金光的老者十有八九就是那位金老怪。毕竟3人中也只有他是元婴中期的修为，并且已经要接近顶峰的样子。这虬发老者一进入厅内，没有客气向韩师兄等人扫视一遍，结果目光却落在了韩立身上，神色不禁微微一变。这位就是韩道友吧？老夫久仰大名，不过道友不是应该是元婴初期修士吗？难道韩道友修为大进，如此快就进阶了？是金兄吧？让道友见笑了，韩某前不久才刚进入中期。韩立站起身来，拱了拱手，神色如常。老者一听这话，心中不禁一沉。我一闭关出来，就听人说起道友不可思议的种种神通，看来传闻纵然有些夸大，但也相去不远吧。虬发老者默然了一下，露出了一分苦笑。韩立嘴角一动，也笑了笑，但未等他再说什么，一旁的程师兄却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。哈哈哈，金道友，你怎么一来就盯着韩师弟不放呢？还是一起坐下，我们几个老家伙聊聊吧。程兄不要见怪，金某没有对道友视若无睹的意思，只是金某在来此之前，耳中可全都是你这位韩师弟的赫赫传闻，自然好奇心更大了一些。是吗？如今也见到了韩师弟，金兄没有觉得失望吧？哈哈哈，当然没有失望，反而有些出乎金某的预料。洛云宗有了韩道友，想必以后就要一飞冲天了吧？不过我可听说韩道友以前并非贵宗的嫡传弟子，而是出身黄风谷啊。就韩师弟以前和韩风谷有些牵连，这又有何关系？
现在算师弟，是我们落云宗的长老就行了。